咱们来想一个场景，想象一下，你正处在声望的最高峰，所有人都拥戴你，但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你选择说出一句会让你失去一切的真话。这就是耶稣在加利利面临的危机，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它考验着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今天，咱们就一起深入地看一看，当神迹的奇观遇上那难以接受的真理时，到底会发生什么？这句话可以说精准地捕捉到了即将发生的那种戏剧性的转变。当基督拒绝被人们拥立为王的时候，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不仅仅是一次拒绝，更是他整个使命中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因为他知道那些今天高喊着要他做王的人，明天很可能就会离弃他。那么一个如此伟大的神迹，怎么就会导致一个如此巨大的误解呢？你看啊，耶稣行了神迹，众人欢呼雀跃，但他们眼中看到的却并不是耶稣真正想揭示的。耶稣心里明白，如果他愿意迎合群众对物质、对权力的那种期望，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无数人的效忠。但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侍奉。没错，就在那一刻，耶稣的声望可以说是达到了顶点。在大家眼里，他是一位能带来健康、财富甚至权力的君王，一个能解决所有现实问题的超级英雄。他们太渴望摆脱罗马的压迫了，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强大的地上王国，但他们完全误解了。耶稣从来没有承诺过任何属世的荣耀，他曾经很坦白地说过，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8章20节的。所以他必须亲手打破他们对一个物质国度的幻想。耶稣直接就看穿了他们热情背后的真实动机，他没有回避，而是带着一丝忧伤，以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核心。在约翰福音6章26节，他直接对他们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他们寻找他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能再次吃饱肚子。他必须直接面对这个现实。你看，这里的冲突简直是再清晰不过了。人们想要的是一个属世的君王，能带来物质和权力，而耶稣要提供的却是一个属灵的使命，一个建立在谦卑和牺牲之上的国度。人们追求的是今天能填饱肚子的肉体食粮，而耶稣要赐下的是那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这两者之间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好了，接下来耶稣就开始引导他们了，他要把他们的目光从地上的饼引向天上的真理。他知道人们只看到了神迹的表面，却完全错过了其中那个更深奥、更重要的属灵教训。所以现在他必须把这点讲得清清楚楚。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挑战，耶稣在挑战他们，同时也是在挑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不能超越眼前那些暂时的需求，去寻求一种完全不同的、更高层次的滋养？他要赐予的不是暂时的满足，而是永恒的生命。这是一种只有上帝之子才能赐予的食粮。但是群众根本不愿意放弃他们自己的期望，他们甚至反过来要求耶稣再行一个神迹来证明自己。就像约翰福音6章30到31节记录的那样，他们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哪。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你能行神迹，这很好，但为什么不能给我们带来比我们祖先得到的更大的好处呢？面对这样的挑战，耶稣没有再行一个物质上的神迹，恰恰相反，他揭示了一个更深、更根本的真理。他说，当年从天上赐下玛瑙的不是摩西，而是天父。而且玛瑙也仅仅是一个预表，它指向的是那真正的从天而降的生命之粮。这句话就揭示了他教导的核心。在约翰福音6章35节，耶稣宣告，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本人就是他们真正需要的那种食粮和滋养，就像饼能滋养我们的肉体，带来力量一样，
他们同样可以从基督那里得到属灵的力量，一种能够持续到永生的力量。它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真粮。好，现在整个故事开始走向最高潮，一句难懂的话即将成为一场信心的终极考验，一次彻底的筛选。这个全新的启示将迫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他心里非常清楚，接下来说的话会引发巨大的争议，甚至是一场危机。但是为了揭示真理，他仍然坚持说了下去。他要用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来指明他自己将如何成为拯救世界的那个途径，那就是通过他的死。这就是那个最终的转折点。在约翰福音6章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一个极其深刻的属灵真理，用一种最令人震惊的物质化语言表达了出来。他接着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些话语其实都指向了他未来在十字架上的牺牲，那才是所有信徒得救的唯一途径。这个反应是立竿见影的，而且是极具分裂性的。就连他自己的门徒当中，都有许多人觉得这话实在是难以接受，甚至觉得是一种冒犯。约翰福音6章60节就记住了他们的反应：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他们完全拘泥于字面意思，错过了背后呢深刻的真理，认为这是亵渎，并且因此激烈的争论起来。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刻就成了一场伟大的筛选。真理本身就像一把大筛子，把那些只是出于好奇或者寻求私利的人，和那些真正寻求永生之道的人彻底分开了。就像风吹过麦场，糠秕被吹走了，留下的是那饱满的麦子。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当真理与他们自己的野心相悖时，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选择了转身离开，不再和他同行了。当他们心中隐藏的动机被揭示出来的时候，他们恼羞成怒，轻蔑地走了。他们欢迎一个能行神迹、满足他们欲望的耶稣，却拒绝一个要求他们克己、要求他们牺牲的耶稣。众人离去，喧嚣退去，现场一片沉寂。现在所有的焦点都落在了那些少数留下来的人身上。耶稣看着那些曾经的跟随者一个一个的离开，我想他的心中一定充满了深切的忧伤。耶稣没有强留任何人，他转过身，向他最亲密的那12个门徒问出了这个直击人心的问题，记载在约翰福音6章67节：你们也要去吗？他不是在命令，而是在给予他们选择的权利。这个问题既是一场考验，同时也是一个宣告信心的机会。这时候彼得的回答就成为了整个故事的锚。在约翰福音6章68到69节，他代表门徒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这个宣告不是建立在属世的报酬上，也不是因为他们完全理解了那句难懂的话，而是基于一个更根本的认识。他们知道耶稣是谁，离开了他又能去哪里呢？难道去跟随那些只拘泥于形式、寻求自己荣耀的法利赛人吗？不，他们不能。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这场危机、这场筛选实际上是耶稣一种仁慈的预备。他知道未来还有更大的考验在等着他们，就是他的被卖和受难。因此他必须在还能亲自兼顾他们信心的时候，促成一次的筛选，好让他们能在那最终的试炼来临时站立得住。那么这段经历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呢？我想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那种肤浅的兴趣和根基深厚的信心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当一切顺利，赞美声四起的时候，跟随者总是很多的。但是当真理显露出来，并且开始挑战我们内心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会选择留下来呢？这给我们留下了最后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我们自己面临考验的时刻，当我们面对那些难以理解甚至与我们的期望完全相悖的真理时，我们又在哪里找到我们留下的理由呢？我们是选择去寻求那必坏的食物，还是那存到永生的生命之粮呢？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内心深处去回答的问题。